大家好，我是跨界茶话间的阿峰。今天这件事呢，我保证让你听到最后会忍不住长叹一口气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情况？一个人正站在法院的门口，准备捍卫自己的清白，结果天打雷劈似的接到一通电话，他最亲密的家人，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，竟然不在人世了。他当场崩溃，痛哭失声，喊出来：“我不想活了！”这不是电影剧情，是活生生真实发生的场景。但更震撼的是接下来的一连串曝光的对话记录、决策过程，甚至牵扯到曾经的市长，一个你我都熟悉的名字。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谁逼着他妻子走上绝路？他自己又是不是完全无辜？我只能说，越看下去，越觉得人心复杂，公义难明。先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来还原。这位在法院外痛哭的男子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，他正被卷入金华城容积率案。说白一点，就是开发商要盖大楼，希望市政府放宽标准，帮个忙。去年一位议员向检调检举说，这个案子里面疑点重重，有官员可能图利开发商。这个案子立即被检方列为他治案，秘密调查。当时媒体还不知道里面有多么的精彩，但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紧张了，有人开始丢出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说法，有人反而主动把千层对话记录翻出来，说你不可以说你不记得，这是你自己拍板的呀。谁拍板什么？说不知道的又是谁呢？先等等，这里头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。说起整个案件的爆点，关键人物除了彭振声，还有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柯文哲。根据调查，金华城案在市府流传的时候，原本只要副市长盖个章就能过，但是彭振声偏偏坚持要柯文哲亲自盖上市长章，理由是什么呢？他说市长盖过章就不能说不知道了。这句话中了吧？当时彭振声还特地的把这份千层透过 LINE 传给柯文哲，说你要像林洋港那样敢批就要有担当，感觉就像这样说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你不能装傻了。可惜后来柯文哲对外接受访问的时候却说，这件事我没过问，是都委会决定的，我是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的啦。矛盾点出来了，谁才是说实话，还是其实两个人都在说部分的实话？更奇怪的是彭振声本来还很坚持反对这件事，为什么后来自己却签下关键的文书？讲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提另外一段话。案子进入都委会审议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民间代表是反对的，认为这样的容积奖励不合理，根本图利。但你知道政府内部去怎么看这些反对声音的吗？当时都发局长黄锦茂居然说，这些委员过于主观，情绪激动，无建设性，建议不要续聘。你没有听错，意思是谁反对我就不会让他下次继续当委员。而彭振声的响应是收到，不过某些议题有反对不是坏事啦，任期到了我会处理，怎么处理？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毛毛的？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，事情还有反转。原本都委会里面有委员表示反对，结果公文却写上委员对容积率560%无异议。这到底是谁改的结论？是市府蓄意，还是幕后有更大的压力？这一段时间有人来找彭振声瞧事情，微晶集团的董事长沈庆京找上门，还拉了立委来当桥梁。据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帮帮忙啦。但彭振声拍案怒斥，违法的事我不会做。这样的反应看起来像是正义之士，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后来他还同意让案子进入了公开展览程序？是有人强压，还是他自己立场动摇？或者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柯市长自己已经盖章绝刑了？这时你可以想问，一个人如果真的清白，为什么不坚持到底？
甚至愿意认罪，只为让太太安心。但问题是，他太太竟然在他出庭前夕坠楼轻生，这一切是巧合吗？阿峰，我自己觉得我们身边也常看到这种情况，人在夹缝当中求生，不管你是想站稳职场、维护家庭，还是想守住一点尊严，当压力来到一个点，很多人就选择妥协，甚至默不作声。但是更残酷的是，外界永远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沉默，只会看结果，贴标签。像彭振声，他在太太身亡之后痛哭说：“我不想活了。”然后对着检察官大喊：“我没有做。”但这个时候，社会会不会只记得他曾经盖章、曾经改结论、曾经有模糊不清的举动？那一份不想活了的情绪，到底是悔恨、是无力，还是知道真相却无处可说？说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。旅美教授翁达瑞说，他小时候家里土地被占用，对方还盖了房子，他们忍了30年，最后提告才拿回来。中间对方家里也出过丧事，他们还去致哀，结果反而被羞辱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他家有丧事最大，但不能没有是非。这句话说的其实不只是他自己的经历，我们不也常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吗？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很惨了，别再追究他了。但如果因此就混淆是非，那我们要怎么相信正义？怎么相信体制？也许彭振声现在真的很痛，但是并不等于他没错。也许柯文哲真的记不得那些章、那些赖的对话，但那不代表他完全没有参与。也许我们都该问一句：这件事对吗？公平吗？你接受吗？有时候真相比我们想的更慢才显现。彭振声太太的轻生让这个案子瞬间情绪化，但不能让我们忘记，市政决策是几千万市民的利益，而这案子牵扯到的不只是脏不脏的问题，而是在权力面前有没有人真的愿意说不。我们最后留下一句绝句作为今天的总结：黑幕翻云判对错，锦袍再好怎皆休。四张落笔亲君重，不该沉默最终口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你感触良多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留言跟我说你的看法，也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感谢按钮，小小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带来更多揭露真相的故事。下集我会讲的是另外一位被陷害的几乎身败名裂的政坛人物，他做错了什么呢？又是谁设下的局？保证你会听到直拍大腿，别错过哦！谢谢大家，再见，下次更精彩。